在财富效应的助攻之下，美国经济的前景可以说是一片看好。但是呢，最近劳动参与率的成长似乎呢有点停滞，所以究竟美国3大罢工对就业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就来直接说结论咯。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过去一季美股出现了明显的修正走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看法呢？不过呢，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纷纷指向2个重点，一呢是经济扩张稳定，2呢是通膨呢已经开始降温了，连带的让美股马上就回升咯。美国3大指数只用几个礼拜的时间就把一整季的跌幅涨了回来了，但这就能代表美股还是维持多头的格局吗？那就让我们继续追踪跟解读各项数据，聊一聊艾谢克最新的看法吧。那今天的影片里呢，我们会先解释美国的通膨趋势，接着呢会分析财富效应和美国经济的关系，最后解释美国3大罢工对就业市场的影响。那首先呢，我们就从通膨这个面上开始吧。在前面几集的节目中，我们不停地提醒大家，市场过度担忧通膨问题，而且也过度高估联准会的紧缩力道。那果然呢，美国的各项通膨数据最近呢，就像跳水一样的向下滑落了。那从图表中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月增率在过去1年半的增长趋势，早就远远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准。也就是说呢，来自生产端的通膨压力早就不存在了。再来呢，看到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率10月的数据也只有 0.04%， 这代表呢，不管是生产端或是消费端，都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准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对抗通膨的战役已经暂时结束了。那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房租的 CPI 月增率在10月呢，还是高达了 0.33% 哦。那虽然呢是朝着向下的趋势，但还没有完全反映出真实的下跌力道。而且呢，原物料价格指数有很高的几率会在11月后进一步的下探。那到时候呢，原物料和房租价格都继续下跌，就会迅速拉低整体通膨增长。所以呢，我们才不停的提醒大家，联准会的下一步真的不是要不要降息，而是什么时候降息了。既然通膨的问题呢，只剩下什么时候降息，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析另一个重要的面向了，也就是财富效应和美国经济的关系。在继续说明之前，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和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你也可以针对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再来我们看看帮大家整理的图表，其中的新屋销售年增率最新的9月数值上升到了 34%， 而成屋销售年增率呢则是负 15%。 再来我们看到美国30年房贷固定利率目前呢来到了 7.5%， 但是呢还是无法压制房地产市场的扩张，这说明了房地产市场需求呢远大于供给，民众呢面对高利率还是愿意下手买房。而随着美国即将进入降息循环，房地产市场的爆发更可以帮助家庭财富的扩张，并且呢推动美国家庭财富的上升。在这边我们要提醒一个大家可能忽略的正向循环概念哦，就是家庭财富的建构对总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过去2年在强力升息的影响下，美国家庭的3大财富支柱，也就是股市、债市和房市，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所以呢，在图表中可以看到，美国家庭资产总额的年增率出现了2009年以来唯一一次负增长。但是呢，随着升息循环结束，在今年的第2季，美国家庭资产总值年增率呢，已经重新回到成长轨道了。那我们进一步来看，债市呢和股市回升的趋势是没有变化的，而房地产方面呢，不管是标普20大城市平均房价指数，或是 FHFA 房价指数呢，都已经刷新历史新高。也就是说呢，美国家庭的财富总值正在大幅的窜升哦。但是呢，问题来了，从历史经验来看呢，家庭财富的成长或是衰退对总体经济影响会很大吗？那其实美国的总体经济几乎呢都是依赖民间的消费来驱动，也就是说呢，家庭财富的扩张呢会大幅影响美国经济运行的方向。那大家呢从刚刚的图表中也可以看到，家庭财富总值和人均消费支出是有同步和领先反应的关系的。当家庭财富增加，也会带动个人消费的增加，
那反过来呢，当家庭财富下滑的时候呢，也会让消费的力道出现下滑，这就是所谓的财富效应了。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家庭财富正走向新一轮的上升周期，随着降息循环的来临，财富效应才刚开始要发酵哦。那我们确认了，在财富效应的助攻之下，美国经济的前景可以说是一片看好。但是呢，最近劳动参与率的成长似乎呢有点停滞，所以究竟美国3大罢工对就业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就来直接说结论咯。艾谢克认为呢，目前美国的就业市场和所得还是呈现非常好的情况。那我们再来看时薪年增率是持续下滑的，代表呢就业市场的供需平衡正在好转。劳动参与率呢在9月到10月出现了停滞，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爆发3大罢工事件。那一旦罢工的问题解决了，就会重新回到上升趋势哦。那当然呢，失业率的上升会让人有点担心，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新开职缺的数据来看，整体就业市场的工作机会还是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衰退几率呢根本是微乎其微。而且适度降温的就业市场还更能帮助维持既不引发通膨又能维系增长的金发少女经济形态。所以呢，市场上大家担心的经济衰退可以说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那艾谢克呢也提醒大家，联准会在半年内启动降息的循环可能性呢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市场总是会提前反映货币市场的利多，所以呢投资人千万不要等到降息循环都启动了之后才开始布局，而是应该要把握提早进场的机会，以免事倍功半哦。那总结来说呢，稳定的就业市场、扩张的消费力，再加上即将启动的降息循环，都一再的暗示经济扩张的巨轮是不会随便停下来的。美国经济稳健扩张的步伐不会改变，金发少女的经济扩张格局还会是未来1年美股的主旋律。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你认为降息循环什么时候会开始呢？ A. 半年内随时都可能启动。 B. 半年到1年之间应该要等最近的波动平息下来。 C. 1年内都不会发生，艾谢克实在是太乐观了。欢迎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